大家好，我是牛奶。如果喜欢牛奶的视频，记得点赞订阅哟。天粉炼气塔塔底，萧炎在修炼六合游生池时，多次感应到一种微弱的召唤。于是，在攻伐小城的时候，没忍住好奇的他，决定深入地底岩浆世界。临走前，萧炎将玄重尺插入上方的山壁，作为灵魂向导，一面迷失在岩浆之内。之后，将碧绿火焰裹住全身，潜入了岩浆。进入岩浆后，那种召唤的感觉更明显了。萧炎弹出一缕无形火焰，没想到火焰居然直接对准岩浆深处急掠而下。萧炎跟随着火焰下潜了很久很久，直到他快放弃的时候，透明光圈从岩浆漩涡之中浮现而出。光圈之内除了一具已化为白骨的骨骸，还有另一朵陨落心炎。萧炎很疑惑，同一个地方怎么可能拥有着两种同样的异火，而且那神秘的骨骸又是谁的？一道攻击却是突然袭来，躲过攻击后，萧炎见到个以前从未见过的生物，一只与周围岩浆颜色相同的蜥蜴人。双方僵持了一阵后，蜥蜴人率先发动了攻击。这次有了防备的萧炎很轻易的就将他击飞了，他却不依不饶的像豌豆射手一样对着萧炎吐岩浆球。萧炎怒了，一爪洞穿了他的心脏，并抓出了一枚赤红色的珠体。然而蜥蜴人临死前召唤了同伴，于是在短短的几个眨眼间，上百只红色身影就将萧炎团团包围住了。他们死死盯住萧炎手中的那枚红色珠体，然后一个个双眼赤红的朝着萧炎杀去。然而短短几分钟时间，就有将近20只蜥蜴人葬生在萧炎手中。意识到自己完全不是对手的蜥蜴人们果断选择召唤同伴。萧炎不想把动静搞大了，立马就想溜。然而援兵来得很快，而且直接堵住了他回去的路。先前被打的蜥蜴人们七嘴八舌的跟一只看起来像是领头人的蜥蜴人告状。至于说的什么美丽语言，萧炎就不知道了，毕竟语言不通。不过想来不是什么好话。领头的火焰蜥蜴人听完后，直接带着身后近1000只蜥蜴人对萧炎发动了攻击。然而这简直就是在给萧炎送猪猪啊！萧炎虽然没有性命之忧，但这密密麻麻的攻击也让他烦不胜烦。于是他决定先干掉那个领头的。然而暗红猪猪到手的时候，将近1000只的蜥蜴人竟然同时齐声尖叫。萧炎头都大了，更悲伤的是他还感应到好几道极为雄浑的残暴气息正对着他这边飞速而来。而在这岩浆之中，即便萧炎施展了3000雷动，速度都是不及这些蜥蜴人。就这么等死吗？当然不。萧炎用陨落心炎将身体尽数包裹后，一头扎向透明光罩，居然毫无阻碍地闯了进去。而随着萧炎的闯入，那光罩竟然在众多蜥蜴人的注视下诡异地消失不见。扑了个空的几名蜥蜴人强者恨恨地望了光罩处一眼后，攒着满满的怒气，带着众多蜥蜴人离开了。萧炎虽然不明白那些火焰蜥蜴人为什么不能察觉到光罩所在的位置，但是不妨碍他在看到蜥蜴人离开后松口气。略作休息，待得体内斗气略微恢复一些后，萧炎朝着骸骨走去。走近后，萧炎发现那朵陨落心炎是幼生体，这可是天降之喜呀！虽然对焚诀的作用不大，但对于天焚炼气塔的作用很大呀。这种从小便是被培养而起的异火，以后驯服起来要容易许多，而且它迟早都能够进化出属于自己的灵智。到时候它必然会将一直催化它的内院当做自己的家一般来守护，而如此一来的话，内院岂不是多了一个异类的超级守护者？萧炎心中那叫一个激动啊！他一直在为如何彻底解决天焚炼气塔枯竭的问题而头疼与内疚。如今这出现的陨落心炎幼生体，无疑将会极为完美的将这一问题解决掉，而他心中的那丝愧疚也终于是能够彻底消散。想到这里，萧炎咧着嘴就想将那朵幼生体陨落心炎捕获，一股巨力却是悄然的将他凝固住了。以白发白袍的虚幻人影出现了，瞥了萧炎一眼，他缓缓道：“陨落心炎。”没想到他还是被人收服了。萧炎一惊，立马极为客气的道：“不知老先生在此，小子冒昧闯进，还望见谅。”虚幻人影并未答话，却是直接招走了萧炎体内的陨落心炎。萧炎心头一沉，怒声道：“老先生，你这是何意？”却见陨落心炎宛如一条无形的长蛇，乖巧的在老人的手掌之上缠绕徘徊。怎么很奇怪？似是知道萧炎心中的疑惑，老者瞥了他一眼后淡淡道：“因为我是这陨落心炎上一届的主人，虽然你炼化了他，但他对我依然没有太大的抗拒性，而且这控火之术，难道你还能比过我这个老头子不成？”
听得这话，萧炎眼瞳顿时微微一缩，旋即干声笑道：“老先生便不要戏耍小子了。当初我在收取陨落心炎时，可未曾察觉到它是有主之物。你自然察觉不到，因为我在临死前便是放弃自由。而那时候说它是无主之物，倒也没错。”白袍老者微微笑道。萧炎咽了一口唾沫，没有说话。老者却是道：“放心，我并不会抢你的陨落心炎。如今你看见的不过是一丝灵魂残留的印记而已，并不能对你造成什么伤害。”被一语道破心中所想，萧炎有些尴尬，笑了笑道：“老前辈言重了，不知老先生明慧。”白袍老者笑了笑，有些自傲的道：“老夫耀天火，别人有时也称我为天火尊者。”尊者听到这称呼，萧炎心脏顿时狠狠地跳了跳。望着萧炎那副变色的模样，老者摆了摆手道：“不用怕，现在的我只是一点点灵魂而已，以你的实力足以彻底灭杀。”闻言，萧炎心中不可察觉地悄悄松了一口气。天火尊者将陨落心炎还给萧炎后，很直白地问萧炎是否对幼生体的陨落心炎感兴趣。萧炎很谨慎，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打起了太极。天火尊者也是个狡猾的，先是拆穿了萧炎，随后又打起了感情牌，说自己被一名斗尊阶别的蜥蜴族强者重伤后死在了这里，现在灵魂已经虚弱到快消散了，只要萧炎帮他修复灵魂，他就将幼生体的陨落心炎送给萧炎。萧炎当然是很心动的，但是顾虑也不少。天火尊者见萧炎有些动摇，哪里肯放过这复活的希望，立马又添了2把火，先是以灵魂起誓，日后必不会对萧炎不利，后又将自己当年的成名斗技五轮离火法送给了萧炎。五轮离火法是一种控火法诀，属于天阶斗技，法分5重，按兽形而变，狼、豹、狮、虎、蛟，每一重分有各自火灵，法诀大成5兽齐聚，可成5轮离火阵，有征海焚天之莫大威能。萧炎狠狠地心动了，盯着天火尊者道：“我可以帮助老先生修复灵魂，但希望老先生能额外答应小子一个条件，那就是老先生若是真有恢复实力那一天，能够保小子1年时间。”天火尊者先是愣了愣，旋即脸庞上浮现一抹别有深意的笑容，道：“小家伙，你倒是不吃亏，居然想让我为你当1年时间的护卫。你要知道，斗尊强者可不是寻常人能够请动的。”萧炎笑了笑道：“1年时间对于老先生这等强者来说，不过是在弹指间而已。而且我也知道，只要老先生能够将灵魂修复成功，那么即便是再度复活，也并非是太过困难的事。我想这应该足够聘请老先生1年时间吧。”天火尊者觉得此话在理，便同意了，没有迟疑地将手中的陨落心炎幼生体朝萧炎丢了过去。萧炎将陨落心炎投入聚火壶后，没有丝毫客气地将5轮离火法也装进了纳戒之中。天火尊者不由得无奈地摇了摇头，然后望向那堆骸骨，叹息道：“麻烦将我的这些骸骨也收起来吧，斗尊强者的骸骨也是有着一些特殊作用的。”对于天火尊者的这点要求，萧炎自然是不会拒绝的。做完这一切后，达成共识的2人就开始研究怎么逃跑。萧炎有些担心这些蜥蜴人闯上迦南学院，天火尊者表示不用担心，这些生物只能够生存于岩浆之中，一旦离开岩浆就会自动死亡。萧炎松了一口气后感叹道：“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里还不是岩浆之底，若是更下面，不知道还会有着什么东西。”天火尊者却是告诫萧炎不要过于好奇，因为下面有着连他都惧怕万分的气息，那些神秘的火焰蜥蜴族很有可能只是守门者。萧炎听到这里出了一身冷汗，之后打定主意尽快离开这该死的岩浆世界，这里令得他实在是太压抑了。然而想要离开，就得先将实力恢复。萧炎心思一动，取出一枚红色珠体就塞进嘴中，并用异火将它炼化，然后吞噬，效果是很喜人的。于萧炎而言，这火珠可以说是极为不错的补品。只是一枚并算不得多高级的火珠，就使得萧炎体内的斗气迅速充盈。见到萧炎起身，天火尊者偏过头笑着道：“待会儿我会尽全力使用空间之力为你掩藏岩浆波动，而你便抓紧时间吧。以我现在的状态，并不能维持多久。”萧炎微微点了点头，心中却是庆幸，还好没有利益熏头的干什么鲁莽之事。这天火尊者虽说状态极差，但很明显并非是他所说的毫无反抗之力。见状，天火尊者手印轻动，淡淡的空间之力从白色纳戒中扩散而出。然而当光照裂开的那一刹，躺在萧炎纳戒之中一直毫无反应的古玉却是突然有了动静。感应到这一切的萧炎目光忍不住地对着身后瞥了一眼。萧炎明白，如今的他的确需要实力解救父亲与药老，但若是命都丢了，再强的力量也是毫无作用。
待得日后拥有真正的实力之后，再来这岩浆世界一探究竟不迟。不再犹豫的萧炎猛然加速，最终跟随着玄仲池的指引，在天火尊者的帮助遮掩下冲出了岩浆。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视频都看到这里啦，给牛奶点个赞吧，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哦，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